2025年4月初，美国总统川普的一项惊人举动震动了全球。就在各国还沉浸在常规外交辞令时，川普突然挥起了关税大棒，宣布将对几乎所有国家征收对等关税。简单来说，就是你对美国商品收多少关税，美国就对你收更高的关税，甚至设下一个最低税率门槛。这等于是在贸易桌上拍案而起，把多年来习以为常的规矩一下子掀翻了。消息一出，全球市场为之哗然，华尔街股市应声大跌，投资者惊慌失措，生怕新一轮贸易战引发经济衰退。有人戏称这是川普版的贸易核弹，一下子把所有贸易伙伴都笼罩在冲击波之下。要知道，美国这样的动作上一次出现还是在上世纪30年代。川普这回开出的关税清单涵盖范围之广，税率之高，可谓史无前例。一时间，美国进口平均关税可能达到近1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经济学家马上联想到1930年代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当年各国以牙还牙，让全球贸易几乎停摆，加剧了大萧条的痛苦。如今历史仿佛重演在即，不少人捏了一把汗。难道川普要把世界经济也拉入关税深渊吗？然而川普显然胸有成竹，他在宣布这项措施时语气强硬，但又留有余地。美国愿意和任何愿意取消对美关税的国家重新谈判。言下之意，这关税大棒只是威慑工具，目的是逼对方就范，而非真要一直打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要实现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多年来，美国自诩自由贸易，但他认为别国却在占便宜。这一刻，川普把自己摆在了伸张正义的位置上，用近乎极端的手段来重塑游戏规则。全球舆论一时间议论纷纷，欧洲外交家惊呼美方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亚洲媒体则形容这是山雨欲来，人人自危，中国官方更是严厉谴责美国搞贸易霸凌。但与此同时，各国政府私下里开始紧急磋商，要不要让步，能撑得住吗？毕竟美国市场对他们都太重要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关税风暴就像一场全球性的考验，摆在了每一个美国贸易伙伴面前。川普这一手看似出人意料，其实又在情理之中。如果把时间拉长，我们会发现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几乎40年如一日。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就对美国的贸易处境愤愤不平。当时日本经济崛起，美国本土制造业节节败退，贸易逆差逐年扩大。作为商界人物的川普，在接受采访、撰写专栏时，多次炮轰日本占美国便宜。1987年，他甚至自掏腰包在多家报纸刊登整版广告，抨击美国的盟友们对美国贸易不公，军事上又搭便车，呼吁美国政府硬气起来，向那些顺差国家说不。可以说，从年轻时起，川普就认定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当了冤大头，需要强硬手腕才能扳回一城。此后的几十年里，川普在贸易上的态度从未软化。90年代，他把矛头指向崛起的中国，直言如果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却不严格守规矩，美国将蒙受巨大损失。进入21世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等多边协议在他眼中也成了坏榜样。他认为这些协议让美国工厂外迁，工人失业。媒体和政客曾一度对他的主张嗤之以鼻，觉得他是危言耸听，甚至称他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后一人。但川普毫不在乎这些标签，他坚信自己的判断。直到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股酝酿了几十年的贸易风暴才真正席卷华府。任期内，他兑现竞选承诺，对从钢铁、铝到洗衣机、太阳能板等各类进口品加征高关税，拉开了对华贸易战的序幕，也重新谈判了北美贸易协定。他的逻辑简单粗暴却有效，用美国巨大的市场作为筹码，迫使对方让步。在2018年至2019年的中美关税大战中，川普祭出的关税大棒让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最终签下了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同一时期，他威胁对欧洲汽车加税，也迫使欧盟让步购买更多美国大豆。事实证明，哪怕惹来巨大争议，川普的关税策略多少能敲打出一些他想要的结果。也许正是有了第一次的试水和经验，
他在第二个任期里才更加有恃无恐地放出了更大的招数。这一次他不是针对一两个国家，而是几乎天下皆准地，全面出击，这在美国贸易史上前所未见，却完全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对于川普来说，这40年来逢人便讲的理念终于在实际政策中达到顶峰。自由贸易也好，全球化也罢，如果对美国不公，那美国就不客气了。川普掀起的这场关税风暴来势汹汹，各国政府最初无不强烈反对，但反对归反对，当利益攸关的时候，冷静计算很快占了上风。川普实际上给各国留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坐下来谈，给美国更好的条件。面对美国亮出的杀手锏，许多国家开始权衡再三，后决定暂且避其锋芒，至少先稳住自家经济要紧。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在宣布全面关税的同时，私下通过外交渠道向盟友们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愿意做出让步的可以谈判，关税可以网开一面，但谁要是敢硬扛到底，美国也不介意奉陪。这个软硬皆施的策略很快见效，仅仅在政策宣布后的几天内，华盛顿的热线电话就被打爆，各国代表纷纷请求磋商，希望将自己从美国惩罚清单上捞出来。于是一个有趣的场面出现了，昨天还在公开场合谴责美国贸易霸凌的某些国家，转眼就在闭门会谈中商量起减免关税的条件来。川普团队看准了多数国家离不开美国市场这一点，以攻为守，反而掌握了谈判主动权。一时间，庞佛所有人都在排队与美国做交易，生怕慢了就吃亏。更绝的是，为了防止有人阳奉阴违，川普的关税大棒是高高举起，宽宽落下。他要求的不只是象征性的小让步，而是真刀真枪的关税削减，最好白纸黑字签成新协议。这等于把很多国家长期以来对美贸易顺差的好处给硬生生要回来一些。有人评论说，川普这是玩了一把极限施压的艺术，把谈判对手的心理拿捏得死死的，大家都怕成为最后那个孤军奋战者，因为那意味着将独自承受美国的最大怒火。在这场博弈中，美国的盟友们率先做出了选择，毕竟对这些国家来说，与其跟华盛顿翻脸，不如赶紧找台阶下，求个相对体面的解决方案。首先表态的是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伙伴，以色列与美国的贸易本就不算庞大，但政治姿态意义重大。消息传出后没多久，以色列政府就宣布愿意取消对绝大部分美国商品的关税，几乎实现美以双边贸易零关税。这番举动既是投桃报李，也被视为鼓励其他盟友跟进的示范。看，我们带头支持美国的公平贸易主张。紧随其后，日本也很快行动起来。对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和安保保护的日本来说，绝不能让贸易摩擦破坏两国关系。日本首相在公开讲话中措辞谨慎，但明确地表示，日本愿意就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与美国展开磋商。很快，日本媒体传出消息，东京方面考虑降低美国农产品和汽车的进口关税，甚至开放此前敏感的一些领域，以满足美国的要求。日本经济界虽有怨言，担心本国农业受到冲击，但更多人知道，与美国打贸易对抗，日本从80年代起就没占过便宜。当年广场协议和自愿出口限制让日本吃尽苦头，现在可不想重蹈覆辙。于是，日本选择了务实，让步换取美日同盟的稳定。欧洲联盟这边态度一开始颇为复杂，欧盟内部有强硬也有缓和的声音。法国等国的领导人对美国的做法大为光火，一度放话要坚决回应，但德国、荷兰等对美出口大户则主张对话解决。毕竟欧洲和美国经济关系密切，双方贸易额巨大，一旦互相加税，两败俱伤。几个回合讨论下来，理智终究战胜了怒气。欧盟委员会迅速授权贸易代表赴华盛顿磋商，寻求豁免美国新关税。经过马拉松谈判，欧盟最终同意了一揽子让步方案，包括降低对美国产汽车、飞机的关税，以及增加采购美国能源和农产品等。更有甚者，欧盟官员表态愿意重启一个类似 TTI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谈判框架，目标是实现欧美之间更低关税乃至零关税的长期协议。这无疑是向川普递上了一根橄榄枝，
希望换取贸易战的休兵。可以说，以色列、日本、欧盟这几个主要经济体的接连服软，掀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不少国家见状也纷纷跟进。加拿大和墨西哥因为早有美墨加贸易协定打底，情况稍好，但也保证会消除剩余的一些对美商品关税。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盟友更是表明自己几乎没有对美关税壁垒，力争继续享受美国的关税豁免。甚至曾经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印度也私下释放善意，考虑降低对美商品征税以改善关系。短短时间内把关税降下来，似乎成了许多国家对美示好的新准则。川普一招出击，让美国多年抱怨的市场准入问题突然有了转机，各国争相表示愿意打开大门。这样的景象在几个月前是难以想象的。在美国的主要贸易对象中，唯一态度格外强硬、不肯低头的就是中国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政府面对川普的关税威胁，选择了公开强硬回击。北京方面严正声明，绝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屈服，批评美国发动史无前例的贸易讹诈。中国官媒连日来高调宣称，中国有能力通过扩大内需，开拓其他市场来应对美国封锁，营造出一副不惧挑战的姿态，并且中国宣布对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进行对等报复。虽然由于美国进口额更高，中国的报复清单相对有限，但姿态上绝不示弱。一时间，中美两国再次剑拔弩张，庞佛回到了几年前贸易战的巅峰对峙状态。然而，在强硬表象的背后，中国也有难言的隐忧。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内部债务高企，外贸对美依存度仍然不低。上一轮中美贸易冲突让部分供应链开始从中国向其他国家转移，这已经削弱了中国的底气。更何况，这回美国拉了一长串盟友，一起向中国施压。当日本、欧洲都与美国站在一起时，中国陷入了少见的孤立无援境地。北京决策层当然清楚这一点，他们口头上强硬，私下里却不免担心，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出口受阻、产业外迁的更大风险。据传，中国内部智囊也在评估最坏情况，如果美国和盟友们形成统一战线，逼迫中国开放市场、削减关税，中国还能撑多久？中国的应对变得相当谨慎。一方面，官方宣称以斗争求团结，试图拉拢一些发展中国家共同反对美国的关税攻势。另一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政府也悄悄向美国表达了重新沟通的意愿，希望通过谈判寻找台阶下。例如，中国可能考虑适度扩大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的采购，再次抛出一些市场开放的承诺，以换取美国缓和部分关税压力。当然，这些举措都不会高调公布，以免国内舆论觉得政府软弱。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单纯依靠强硬姿态解决问题。面对川普精心布局的全球贸易新格局，中国不得不承认自己一时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外界观察人士形容当前中美态势为表面僵持，暗中试探。川普倒也不急于立刻逼中国就范，他深知对手不会轻易投降，而且美国眼下从其他国家已经收获了不少让步，不妨慢慢消耗中国的耐性。对于川普而言，让中国多煎熬一阵子，可能在谈判桌上能换来更大的收益。于是，全球两大经济体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对峙，舆论上针锋相对，经济上你来我往，但风向显然对美国更有利一些，因为此刻国际贸易体系的天平正向美方倾斜。川普这一系列雷霆手段不仅在国际上搅动风云，也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支持者们欢欣鼓舞，觉得总算出了口恶气，让那些占我们便宜的国家见识见识厉害。他们眼中的川普正是兑现承诺的英雄。早在竞选时，他就一再强调，要为被遗忘的美国工人讨回公道，要让其他国家停止薅美国的羊毛。如今的关税大战大体印证了他的诺言，川普没有只是说说而已，而是敢作敢为。这种说到做到的形象对选民极具吸引力。在政治家常被嘲讽为只会空谈的年代，一位敢于拍板实施激进举措的领导人，给人一种难得的真实感和可靠感。特别是在美国工业袖带地区，
那些饱经工厂倒闭和工作外流打击的选民对川普更是充满感激。他们长期以来听惯了政客描绘美好蓝图，却亲眼目睹社区凋敝，而川普的强硬贸易政策让他们看到了改变的可能。外国商品不再能肆无忌惮地廉价涌入，美国药业或许有机会复兴，同时美国的农产品、能源能够更公平地出口到其他国家去。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远比那些高谈阔论更能打动人心。一位中西部的工人接受采访时兴奋地说，我不确定结果会怎样，但至少川普真的在为我们而战，这就够了。当然，川普在关税问题上的作风也引来不少质疑和批评。商界有人抱怨关税提高了进口原料成本，让他们日子难过；消费者团体则担心物价上涨伤害普通家庭。但巧妙的是，川普把这些短期阵痛都包装成了爱国主义的献祭，号召大家咬紧牙关，共克时艰。他在集会上直言，是的，短期内我们可能要承受一些痛苦，但这都是为了美国长远的繁荣和公平。这种呼吁很快凝聚起了相当的民意。许多支持川普的民众认为，那些喊疼的声音大多来自精英阶层，普通老百姓更关心长期就业和收入。一时间，短痛换长远成了川普拥趸的口头禅，仿佛只要熬过这关，美国经济就能凤凰涅槃。更重要的是，这场关税对峙让川普再次站上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央，让他的个人形象更加鲜明。他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人民利益敢于对抗全世界的斗士形象，而他过去40年在贸易问题上的坚持，现在就如一部热血剧情迎来了高潮。这个叙事极大鼓舞了他的基本盘，也影响了一些中间选民。在民调中，公众对川普在贸易谈判上的强硬态度支持率明显上升。对于筹谋未来政治版图的川普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及时雨般的胜利，为他巩固执政地位增添了砝码。说到这里，故事中另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不得不登场了，埃隆·马斯克。有人戏称，川普玩政治牌，马斯克则在下商业大棋。在川普大打关税牌，各国你来我往博弈的同时，马斯克这位商业奇才正以他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大局。可以说，马斯克施展出的某些高招，其巧妙程度甚至不亚于川普的政治手腕。事实上，马斯克在这场风波中的角色颇为微妙。一方面，他是川普经济愿景的有力支持者和受益者；另一方面，他也有自己的全球业务布局，需要在政治博弈中4两拨千斤。消息称，马斯克曾私下进言白宫，希望政府慎重考虑全面关税的冲击。理想的做法是让各国实现互降关税，走向真正的自由贸易。毕竟对特斯拉等企业来说，如果各国零关税，产品可以自由销售，是最有利的。然而马斯克也很清楚，川普的风格就是先施压再谈判，所以当川普执意推出关税大招后，马斯克马上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力求在这非常时期下好商业这盘棋。马斯克的第一步棋是确保他的企业能够抵御关税冲击。以特斯拉为例，多年来马斯克在全球建设超级工厂，正巧为如今的贸易乱局提供了对冲。美国本土有德克萨斯州和内华达州的超级工厂，生产电动车和电池。在中国上海，特斯拉也建有工厂直供当地市场，欧洲的柏林工厂则覆盖欧盟需求。这种三足鼎立的生产布局意味着，无论贸易战如何演变，特斯拉都能在主要市场就近生产，避开高额关税的阻碍。如果美中互征关税，上海工厂就服务中国消费者，美国工厂专攻北美，无需把整车跨洋运输征税。同样，欧洲如果跟美国有摩擦，柏林工厂照样运转如常。这一布局被业内赞为马斯克的关税防火墙，让特斯拉比起那些高度依赖单一国家制造的竞争对手更游刃有余。马斯克的第二步棋是大力推动前沿科技和制造业投资，间接支援美国经济的重塑。近年来，在他的号召和示范效应下，美国掀起了一股高科技制造的热潮。比如特斯拉不仅自己扩建工厂，还带动了一批电池、芯片、新材料供应商在美国设厂，创造了大量就业。这种产业链回流的趋势
正是川普希望看到却难以单靠政治命令实现的。马斯克以商业利润为诱因，在市场层面完成了部分美国制造业复兴的拼图。同时，他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也在不停刷新航天工业的记录，把美国牢牢定在新太空经济的领跑位置。以 Starlink 星链卫星网络为例，短短几年已部署上千颗卫星，提供全球互联网服务。这不仅是商业壮举，也被视作美国在新兴通信领域掌握主动权的战略资产。可以说，马斯克通过创新和投资，实质上为美国打造了未来经济的基础设施。这是一种不同于关税壁垒的科技壁垒，让美国在下一代产业中占据优势。马斯克的第三步棋则更像是运筹帷幄的战略布局。如果说川普通过关税战重塑了国际贸易格局，那么马斯克则在重塑市场本身的规则。举个例子，马斯克倡导的清洁能源革命执行理念正改变全球消费者的需求结构。随着电动车、储能、电池的普及，石油等传统大宗商品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美国可以利用自身技术和资源优势，在新能源领域建立新秩序。这意味着，即便一部分传统制造业因贸易战受影响，美国也有新兴产业做支撑，不至于伤敌1000自损800。此外，马斯克对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的投入，也许短期内看似离经叛道，但长远来说，可能催生全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些未来产业往往是美国领先于世界的，这等于为美国预先在新赛道上铺好跑道，让对手即使打开市场也难以赶超。如此一来，马斯克在商业上的高招与川普在政治上的重拳形成了一种互补之势。前者拓展了美国经济的深度和韧性，后者扩大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广度和声势。川普重塑规则，马斯克则创造新游戏。川普争取眼前利益最大化，马斯克布局长远未来。在某种意义上，两人一台戏，共同为美国打造一个有利的新格局。不可否认，川普的关税大动作给美国经济也带来了短期阵痛。进口关税提高后，部分依赖海外零部件的美国制造商不得不面临成本上升的难题，一些商品的国内价格出现上涨苗头。华尔街股市在政策出台后的那一周跌跌不休，投资人忧虑贸易冲突失控会拖累全球经济。美联储甚至警告新的关税可能推高通胀并压制增长，需要密切关注局势发展。普通民众也感觉到了隐忧，去超市采买时，进口食品、电器价格都有些上调。这些现象都说明，和打一场没有代价的战争一样，贸易战同样需要付出真金白银的成本。然而，正如川普阵营所宣称的那样，这些短痛是黎明前的黑暗。随着越来越多国家选择谈判让步，形势开始出现转机。美国企业发现，原本对外出口受阻的产品迎来了新机遇。欧洲降低关税后，美国的波音飞机、汽车工业、奢侈品在欧市场竞争力大增。日本开放农业市场让美国农民看到了更多黄豆、牛肉出口的可能。就连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被迫降低技术壁垒，让美国高科技公司更容易进入当地市场。这些潜在收益逐渐给市场吃下定心丸，也抵消了一部分进口成本上升的影响。股市在经历短暂恐慌后也开始企稳回升。投资者意识到，川普并非要毁掉全球贸易，而是要重构它。更长期来看，这场风波可能成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契机。旧的规则让美国多年贸易逆差高企，制造业空心化，而新的格局则有望在更公平的基础上展开。美国重掌主导权，以开放换开放的姿态要求对等，这可能促使各国政府重新审视其依赖美国市场略。对于美国而言，如果真能迫使主要贸易伙伴普遍降低关税，那无疑是一次重大胜利。它相当于打开了一扇扇此前半掩的市场大门，让买美国货迈向全世界成为可能。而对于全球来说，这或许也意味着一次机遇在美国压力下做出的市场开放，如果善加利用，也能促进各国间更高效的分工合作，增进长期繁荣。当然，新秩序的形成不会一蹴而就，风险与变数仍存在。例如，中国的态度走向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如果中美长期僵持，
双方贸易仍可能维持高壁垒状态，全球供应链也将进一步调整分化，这可能催生出两个平行的贸易体系，各自有各自的标准和圈子。不过，即便如此，美国在自己主导的圈子里将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和更广阔的市场准入。那些顺应规则改变的国家会更加依赖美国的经济生态，美国的影响力反而因此上升。而一旦未来某天中美重新坐回谈判桌，美国也有更好的牌可打。对普通美国人来说，这场短暂的震荡之后，可能迎来的是更实在的经济机遇。如果企业回流和出口增长能够持续，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都有望提高。几十年来，全球化对中产阶级不利的阴霾有望部分消散，人们重新对本国产品技术抱有信心。在这个意义上，川普的关税大戏和马斯克的产业雄心共同作用，让美国有机会在21世纪20年代来一场经济秩序的重启。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剧烈的调整，但阵痛过后，美国有望站上一个更高的起点。2025年春，这场由川普挑起的关税风暴席卷全球，其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博弈和出乎意料的转折。从各国初时的震惊反弹，到最终纷纷选择让步谈判，美国在这场贸易对决中暂时占据了上风。川普以他40年未变的执着和强硬，证明了说到做到的政治魄力，也收获了国内民意的支持。而马斯克则以他的先见之明和商业奇谋，在暗处为美国经济布局下一盘大棋，为国家的未来竞争力添砖加瓦。当然，这场大戏远未到剧终之时，世界贸易格局的重塑仍在继续，新的矛盾和谈判还会不断出现。美国也需要谨慎驾驭这艘改变航向的巨轮，避免偏离航道或者触礁。但毫无疑问，经过这场风暴的洗礼，全球经济版图已隐约露出了新的轮廓。在这个新格局中，美国正试图引领一种先震荡再整合的秩序重组路径。经历风雨之后，或许将迎来一个全新的黎明。对于观众而言，这场川普关税战与马斯克高招的交织故事，就像是一出现实版的权谋戏剧，有刚有柔，有明有暗，高潮迭起又耐人寻味。无论立场如何，我们都在见证历史性的瞬间，权力与智慧如何联手，改变国家命运，个人信念如何撬动国际格局。当风暴平息，回望这段历程，我们或许会更加明白那句老话：乱局之中方显英雄本色。川普和马斯克这对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时代弄潮儿，正携手为美国谱写一段重塑辉煌的传奇。